花盆里面倒一碗它，就算土壤硬得像石头，也可以立马透气疏松，方法太管用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大家可以发现，平时我们养花，花花草草，如果忘记给花草浇水，你会发现土壤很容易出现板结、硬块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再来给它浇水施肥，都是没有办法吸收的，很容易导致花草养不活。其实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小妙招。松土的方法一，我们用的是蛋壳。大家都知道鸡蛋的营养丰富，却不知道蛋壳中含有大量的钙质、微量元素。我们把鸡蛋简单的处理过后，就是植物生长的好帮手。处理方法比较简单，首先我们需要把收集到的鸡蛋壳放到水中洗干净，然后再把它晒干，最后再用手按压成粉末，小碎片都可以。我们撒到我们的土壤里面，混入到土壤中，能够调节土壤的酸碱度，从根源上解决土壤板块的问题，让土壤更适合的种各种的花卉生长。松土方法二，枯枝落叶。枯枝落叶是大自然中的天然肥料，它们富含的有机微量元素。我们可以把枯枝落叶收集起来，剪成小段，撒在花盆里面，或者是土壤中，能够逐渐的分解，并成为花卉提供养分。有句诗写得好，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掉落下来的花可以作为花肥料，树叶同样可以作为肥料，尤其是松针，有着比较良好的透气性、保水性，而且还有一些对花卉生长有益的物质。把松针铺在花盆里面，拌在土壤里，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的结构。枯枝树叶分解过程可以改善土壤结构，增加土壤的通透性、保水性。方法不仅可以环保，又能经济实用，也比较适合普通养花爱好者的使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用你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，感谢您对我的支持。松土方法三，羊粪。相信大家都有在生活中见过羊粪，这些羊粪黑黑的，特别的坚硬，就如同石头一般。其实这些羊粪去养花比较好，因为羊粪里含有大量的铁，这些矿物质可以促进花卉植物全面生长，而且晒干后的羊粪十分的硬朗，可以使土壤疏松又透气。家庭中使用羊粪养花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选择10几颗羊粪，然后把它们与清水进行发酵，发酵过后晒成了羊粪丸，就放到花盆里面，这样养花效果比较好。松土方法四，白醋。提及酸性的水，白醋是一种便捷之选，虽然说并非专业的养花材料，然而在紧急时刻还是比较好用的。比如说北方的栀子花突然出现了黄叶，像我们水中滴入1、2滴白醋，确实成效的显著，能够暂时的缓解状况，不能长期的运用审核，毕竟专业的养花之道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。2次使用尚在范围可，每一次滴入1滴白醋，加入水稀释，不能过量，过量的话会损伤叶片，损伤根系。松土方法五，啤酒法。平时养花最大的烦恼就是土壤板块结晶，如果在养花过程中发现了土壤比较硬，出现了裂痕，出现了硬块，一定要及时的处理，避免花花草草养不好。
只有让土壤硬块消失，土壤变得松软，这样花卉才能够长得更好。所以说，一定要给它们改善一下土壤的板结，这样我们的花草能够更好的吸收水分，营养成分完全的吸收。土壤板块大家不用担心，可以借助家里喝不完的啤酒帮忙。有时候啤酒喝不完，剩下比较浪费，我们可以准备适量的清水，来点啤酒进去稀释，这样就可以拿去浇花，可以直接利用啤酒的溶液浇一浇。大家都知道，啤酒里面含有大量的糖分，可以给花草提供养分，同时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以及氨基酸，都能够很好的疏松土壤，土壤与土壤之间的缝隙变大，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养分和水分，这样可以很好的改善土壤的板块问题。松土方法6：维生素 C。不少人的家庭中应该都有维生素 C， 这种药物更多的是被用来瘦身、养颜，效果不错，所以很多家庭中都有。那么利用维生素 C 处理土壤板块的问题，就是它能够提供活性因子，而且有着调节土壤酸性度的情况。这样的话，会让我们适合花卉生长，也会让土壤更加的活性，不容易板结。使用维生素 C 养花，大多是在浇水的时候用，选用1片维生素 C 泡腾片，把它们放到水里面进行溶解，溶解的比例要是1:100进行。每隔1个星期我们可以用1次浇花，效果会比较好。椰糠，椰子内部的纤维组织粉碎之后形成的一种养花肥料，最大的特点是干净，透气性比较好，而且有一定的保水性。很多人爱养花都会用它，使用得当，确实是养花的好肥料。用它养花没有细菌虫卵，也不会出现发霉的情况，没有烧根的风险。栽种花卉不烂根，保水性好是它的优点，所以用它来养花可以让花卉根系更健壮。叶糠不容易腐烂，本身没有什么营养物质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河沙、煤球里面，可以拌一下，掺一下土壤，可以让土壤更加的透气，不容易板结，增加土壤的使用时间，而且施肥还需要跟得上，不容易出现僵苗的情况。所以我们选择用椰糠养花，最好搭配着一些肥料，有机肥一起使用，这样能够达到非常完美的状态。以上就给大家分享的养花土越用越硬，加这几个小东西，土壤松动之后劲更大，养什么都比较省心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